我有交往对象了。李先生、李太太，你们好。对不起，梁小姐，请你马上离开我的家。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强儿离开子健。我为什么还要再相信你？你跟我说过你要去看医生，你有去吗？你没有。你怎么会在这？是思婷约你来的吗？有件事我不明白，想听听你们的答案。这是揭发我的最好机会。这个女人肯定不会放过我。杨立伟，难道你真的就败在这张照片上？没错，我曾经深深的爱过这个男人，他也爱过我，但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你说对不对，瑞明？真的过去了。如果真的过去了，你就不会在睡梦中都喊出他的名字。李瑞明，不要告诉我，你真的忘了他是谁？从你第一次见他的眼神，我就知道你们有不寻常的关系。怪不得你故意劝我，不要相信这个女人，要我和她保持距离。原来你是怕我知道你们之间的秘密。好，既然你让我继续当李瑞明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会喊出他的名字，我也不记得当时我到底梦见什么。没错，或许我和他真的交往过。但是我现在真的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。我要你和他保持距离，是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个女人接近你是有目的的。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秘密，相信我，好不好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肯跟我说真话。我对你真的很失望。诗婷，诗婷，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。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。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别后悔，就算错过，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，还算不错。当我不在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？因为成长，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，因为成长，
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。我刚才注意到，当他看到照片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的紧张，好像在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走。可是当我称呼他是瑞明的时候，他整个人松了一口气。都跟你说了，我蛮确定他就是杨立威。我不要怀疑，不要猜测，更不要假设。都跟你说了，我要你去做的，是去帮我确定，他就是100%的杨立威。好，我继续试探他，继续给他压力，让他没有退路。只要把他逼到墙角，狗急也会跳墙的。思婷，思婷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可是我不是存心要隐瞒你的。我们好不容易重新开始，我真的不希望艾琳的出现。我很累了，我只想好好的睡一觉，不想听你解释，不想跟你说话，不想再去想任何有关你的事。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子健，你睡醒了？头还疼吗？好多了。我煮了点面，吃饱了再休息吧。哦。昨天你没回家，我看今晚你还是回去吧。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了你们一家人的感情。他们坚决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又不给个合理的解释。这么不讲理的家人，我宁可不要。他们怎么说都是生你养你的父母，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？他们一向很疼你，这次却没能顾及你的感受，反对我们在一起。我相信他们一定有难以解释的苦衷。他们那样子说你，你难道一点都不生气吗？那时候我确实有点生气，不过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，如果我们打算永远在一起，我希望得到他们的祝福。答应我，找机会跟他们好好谈一谈，多了解他们的想法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们接受你的。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Daddy。
嗯。你为什么睡在这里啊？没什么。你是不是跟妈咪吵架了？嗯。我做错事，她才生我的气。你又做什么？不要问我是什么事，我没心情跟你说啊。对了，你昨晚是不是没回家？还在生气啊？有一些话，我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心情听，但是我都要跟你讲。我知道你们不喜欢乔恩，但是我不管你们怎么反对，我都要跟他在一起的。我是不会离开他的。我们不是不喜欢他，只是什么？算了，我现在不想谈这个。你妈咪最近心情不是很好，你暂时不要在她面前提这件事。妈咪怎么了？总之，她最近比较烦，我们不要再刺激她了。你跟乔恩的事，过些时候再说。大家休息一下，李老板买了茶点，请大家吃。先过来吃点东西吧。谢谢老板的茶点。哎，不客气，多吃一点啊，不够我再去买。咖啡，谢谢。我也要。你在化妆哎？啊。小心啊。嗯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哎。我还要。哎，够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对了，昨天那个 curry puff 好吃吗？当然好吃啦，可是你买太少了。昨天你走了之后，大家都说不够吃。还少啊，我已经买了很多了。哼，都是你一个人吃完的吧？什么？我昨天才吃了一半，一点都不过瘾。你昨天跟你那个小帅哥一人一半，甜甜蜜蜜的，还不过瘾啊？什么小帅哥？我跟他只是朋友。可是，在别人的眼里，你们已经是一对了。像这样的误会，对你是会有影响的。叔叔，你想说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很迷梁咏琪的，她拍的戏我都看，她的专辑我都听，我甚至还幻想过，会不会有一天我们有可能在一起。不过当然我知道，这个在现实生活里面是不太可能的。不过我就是喜欢有这样的幻想。一直到有一天，当我知道她有男朋友之后，我就再也不看她的戏，听她的歌，因为我已经完全对她没有幻想了。可能你会认为我们这些影迷很幼稚，但是没有了我们，你的事业就会走下坡。叔叔，我和耀强真的只是朋友。你把他当成是朋友，但是你能确定他只是把你当朋友吗？其实耀强这个年轻人，我也挺喜欢他的。他工作认真、勤奋，而且非常好学。但是当他每一次靠近你，帮你拿饭盒、拿饮料，甚至帮你擦汗，我总是觉得他工作这么认真，是不是别有居心？叔叔，你知道，片场有很多只眼睛在看着你，你们之间的聊天玩闹，说不定只是朋友之间的互动，可是，在别人的眼里，这就叫做不专业。这跟专不专业有什么关系？难道我连在片场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当然，如果你们单纯的只是朋友，就没有问题。可是，如果有人发现你住在他的家，
要人相信你们之间只是朋友，我想这就很难了吧。我的计划是要把你塑造成实力派兼玉女偶像，如果记者拍到你们，一定会大做文章，到时你的玉女形象就毁了。你要知道，娱乐圈是很现实的。如果今天追求你的是一个大明星，又或者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高富帅，那当然你的形象自然就会被提高。但是耀强，再怎么说也只不过是一个道具组的助理。我已经帮你安排了一间房子，你回去收拾一下，待会儿 Daniel 会过来帮你搬东西。嘉文，你要相信我，叔叔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的前途。哎，回来啦！哎，你不是一直说想吃我弄的西餐吗？再给我15分钟，很快就好了。啊，还有，你说的那部《哪一天我们会飞》，我借到了，待会吃了我们一起看。反正明天你 off day 对吧？那看完了之后，我们再看《秋天的童话》，今天大结局了，很期待吧？耀强，嗯？我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我找到地方住了。哦，等一下就搬出去。这么快9点钟，叔叔会派人来接我。我先进去收拾一下。嘉文，反正都煮了，吃了再走。那我去准备。时间擅长最后揭开谜底，惊喜之前总是先给叹息，挫折也是种回忆。那，吃饭的给你。1人1半。李嘉文，这就是你的目标。希望有一天你真的可以成为一名实至名归的第一女主角。除了是你，顺着回忆。耀强，你明不明白我的痛？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别难过了，我再帮你找其他机会。那就借我的肩膀靠一下吧。啊？换我陪你，终于找到了你，还好你没放。怎么跟我旧家的房间一模一样？昨晚你说想住在和旧家一样的地方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我会很感动？是为了更好的爱你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我会搬到公司附近的一间房子。我一个人住，以后你有空可以上来坐坐。好啊。我可以弄一些你喜欢吃的，带过去给你。那我就先说谢谢啦。
嘉文啊，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放在心里，没告诉你。可是我怕，如果今天不说出来，我就没有机会了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其实一直以来，该说谢谢的人是我。谢谢你让我住进你房子里，也谢谢你把房间布置得那么美丽，让我有家的感觉。也谢谢你这段日子以来一直照顾我。每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在我身边，用不同的方式鼓励我。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，是我的福气。我很珍惜这段友谊，我也希望你会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谢谢你把我当成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有你这个朋友在我身边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吃吧，吃吧。嗯。谢谢你。我们今天不知道和对方说了多少次谢谢，好像不会再见面似的。送给你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它是一只充满正能量的小狗。以后，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话，你可以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他。已经照着导演的话去做，可是还是一直被骂。虽然他不会开口安慰你，但只要你抱着他，他就可以给你温暖。以后你一个人住，有他陪在你身边，你就不会这么寂寞了。我每天晚上睡觉都会抱着他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换我爱你，让我爱你，让我陪你。原来所有远行是为回来找你。换我爱你，不离不弃。再见。就算季节更替，我的爱会陪你坚定。子健，我今天逛了一下午，有一点累了，想先回去休息。我没事啦，我知道你很关心我。那先这样咯，拜拜。真没想到没了工作，仍然可以过富太太的生活。
我这侄儿还挺有本事的。哦，不对，应该说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你，大小通吃，老牛嫩草，通通不放过。请你不要把话讲得那么难听。我和瑞明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现在和子健是真心相爱的。真心相爱，我看是真心伤害吧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游戏。不过放心，我不会拆穿你，我反而会帮助你。在这个游戏里面，我们是同一队的。苏婷啊，我们今天早点关门，然后干嘛？跟你妈咪说，我们今天早点关门，去吃日本餐。德弟说今天早点关门，去吃日本餐。我不想吃。他说他不想吃泰国餐。泰国餐呢？韩国餐。哎，人参鸡啊，我们很久没吃了。你听到了？韩国餐人参鸡啊！你告诉他，我什么都不想吃。他什么都不想吃，你也听到了。那你帮我问他，他为什么不想吃？是胃口不好，还是不喜欢吃，还是不想跟我吃？你们够了没有啊？你们的距离有多远？不可以直接讲话，要我传来传去的，很奇怪嘞。喂，马克思，乔恩在公司。好，我现在马上过来，拜拜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子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有没有看到乔恩啊？哦，他离开了。他离开多久了？15分钟吧。他有说他去哪里吗？子健，我知道你跟乔恩交往，但是你们不应该在一起。虽然说我跟你爸是有一些误会，但是你是知道的，我一直都很关心你，我不希望看到你受伤害。而乔恩再怎么说也是我朋友，我不希望他难过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到我房间去谈吧。来，先喝杯咖啡吧。你有什么话就快点说，我要去找乔恩。真是要我说，那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到底什么事啊？我问你，你爸妈是不是反对你跟乔恩在一起？你怎么知道？那你知不知道真正的原因？他们觉得他的年纪比我大。错。你爸妈反对你跟乔恩在一起，并不是因为年龄差距的问题。真正的原因，是因为乔恩她曾经是你爸的女人，而你妈也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是绝对不会让你跟她在一起的。
我不相信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接不接受，这是事实。乔恩，开门！乔恩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开门好不好啊？子健，我问你，你以前是不是跟我爸在一起过？你以前是不是他的女人啊？我在问你，你可以回答我吗？对不起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要怪，只能怪我那时年轻不懂事。自从我做了你爸的秘书以后，他很照顾我，教会我很多事，在工作上也给了我很多机会。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恩人。有一次，我们出国工作，他要我陪他喝酒。然后，他把我灌醉了，结果我就成了他的女人。我那时真的很害怕，子健，对不起，我当初不应该接受你的爱，因为我知道。这件事情，你迟早会发现。但是，当我决定要离开你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，因为我已经完全爱上你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要再说对不起了，错的人不是你，是他。子健。你可以不要离开我吗？我不会离开你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保护你，爱护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我只是回来拿几件衣服，拿了就走。Daddy 呢？怎么了？你找我吗？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为什么反对我和乔恩在一起。因为她是你以前的女人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啊？啊？我真的对你很失望啊！子健，你听妈咪说。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。其实你一早
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却为了包庇他，一直不要告诉我，我也对你很失望啊！你们两个完全没有顾虑到我的感受，我恨你们啦！子健，对不起，都是妈咪不好，是妈咪的错，你原谅妈咪好不好？什么都不要再说了，我想再看到你们。子健，哎，思婷，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你醒了，有没有好一点？为什么？明明犯错的人是你，承担后果的人却是子健。为什么你要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们？我已经真的做了太多荒唐的事，过去发生的事，我无法改变。可是我的未来，我可以掌握。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的。在未来的日子，我会好好的补偿你。你知道吗？子健长那么大，从来没有像刚才那样跟我说话。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？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说多了是没有作用的。我也很想放下过去，跟你重新开始。我本来也相信我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可是我错了。我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强大，很多事实我还是无法接受，我也不想受伤害了。我们离婚吧。你不是说要补偿我吗？离婚是对我最好的补偿。我的心很久没这么痛了。思婷，难道你真的决定放弃这段感情？老天爷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为什么我杨丽薇注定不能跟心爱的女人长相厮守？只有杨丽薇听这首歌才会有感觉，也只有杨丽薇才会用这种愤怒的眼神看着我，所以我敢肯定，你不是李瑞宁。
你是杨丽薇。是，我就是杨丽薇，我不想再玩下去了。我只是想过平淡的生活，有自己的家庭。你和陈淑年到底想怎么样？当初是你们欺骗我、陷害我的，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肯放过我呢？你说呀！我今天来的目的，只想确定你就是杨丽薇。我的目的达到了。我欠你的，我会还给你。你确定他是杨丽薇？是他亲口承认的。所以他真的是杨丽薇。顺天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先回去，让我冷静一下。回去吧。以为至少记住你的美好，原来你早无法把你真的丢掉，你是我心深处的炸药，这威力根本想象不到，冷不防想起你的微笑，手无寸铁我想手续办好了，可以出院了。来，我帮你拿吧。不用了。你看，我买了红枣跟枸杞，等下泡给你喝。我联络张律师了，他会替我们办手续。一定要离婚吗？你放心，我会找子健跟他把话说清楚。就算他骂我打我，我都会把他带回你身边的。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吗？过几天张律师会联络你。喂。